我整个孕期胖了总共20几公斤，完全没有办法认得出自己的脚。最后1、2个月，我几乎是不敢出门。我那时候3个月就看起来像5个月，然后就会有很多阿姨们跑过来，然后就是会这样子看，3个月肚子这么大。然后有一天她在按摩的时候，她就很认真的问我，她是这样子 ，baby， 你的屁股是不是变大了？这样。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好吗？我们都是好妈妈。我是 Angel， 我是 Virginia。今天的大讲堂，我们要一起来讨论怀孕之后怀孕。好，今天的大讲堂，我们要一起来聊到怀孕之后身材72变。妈妈们其实都很担心怀孕之后身体跟身材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 Angel 你来分享一下，你怀孕之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多的是心理的部分。我记得那时候可能因为怀孕初期有很多的荷尔蒙，对，然后情绪的起伏非常的大，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情绪就会被扩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常常莫名的想哭，然后可能以前跟老公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我就吃个东西啊，看个电视就好了。可是，在怀孕那个时候，就是跟老公不开心，然后半夜就气到，然后就一个人站到靠近阳台的地方，然后看着远处，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住24楼啊，然后就看着，这样子有点吓人，对不对？看着远处，然后就觉得说我老公不爱我，全世界都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还有一次是我很想要吃一个甜点，然后因为那个甜点有真的芋头在里面，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叫我老公去买，结果他买上来呢，不是真正的芋头，是那个芋圆。然后我就超生气，就这么小小的事情我很生气，然后就跟他说你怎么不了解我，什么东西都不了解我，然后就大哭崩溃。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有被我吓到，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的。对，所以对我来讲比较多是心理的部分。我的话，我其实当然就除了腰酸背痛那些之外，就是我整个孕期胖了总共20几公斤。哇，对，特别是在最后1、2个月，我又水肿，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得出自己的脚，就是最后1、2个月，我几乎是不敢出门。为什么不敢出门？一方面是我鞋子完全没得穿，我只穿得下就是那个夹脚拖，然后连那个夹脚拖鞋都是那个肉很崩的那种，真的很夸张。那时候又是夏天，大家就会邀什么烤肉 barbecue， 我真的就是我完全不想见人。所以你觉得胖这么多对你来讲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会很担心，就是旁边的人的眼光，很容易很没自信这样子。我那时候像怀孕3、4个月，可能就很多人会说啊，你是不是怀孕6、7个月？真的常常都会有很多人来跟我讲说，你是不是怀双胞胎？你肚子那么大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我确定，对我这个是 king size 的房间 ，OK？ 我觉得这心态超好，所以现在你有碰到一样的孕妈妈了，就跟他们讲说这是 king size bed， 对， king size 高级总统套房。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因为我怀孕初期的时候我有子宫肌瘤嘛，然后我子宫肌瘤跟着就 double in size，所以我那时候3个月就看起来像5个月，然后就会有很多阿姨们，就不要冒犯到阿姨们，但是就会跑过来，然后就是会这样子看，3个月肚子这么大，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瞬间觉得说，所以大是一个错误嘛？对，就是所以我应该是要多大才是标准？然后还说，我跟你讲，我3个月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肚子，对我到5个月都还看不出来这样子。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很想翻白眼这样子。然后还有妈妈说，你不要吃太多，就是你吃这么多的话，不一定会胖到宝宝，你这样会胖到自己。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谢谢。你那时候就是胖这么多，你有没有不自觉觉得说是自己的错或者自己的问题？当然会啊，对啊，我觉得每个妈妈都会有这种心情。然后那时候还听到有一个妈妈是整个孕期总共只胖了8公斤，然后宝宝出生还是4公斤，你太幸运了吧？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她完全都是只有胖到孩子，对，然后妈妈几乎是没有增重，所以你就会想要比较，然后就觉得说她都可以这样，那我是不是因为可能饮食没有控制好啊，或者运动不够什么的，就很多的自责。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吃的也蛮健康的，怀孕的时候也有固定的去运动，所以应该不至于。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啊？真的，我觉得妈妈真的很容易自责。对，在怀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初期如果吃太多，体重增加太快，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然后如果孕吐吃不下，有些妈妈就会自责说啊，是不是因为我这样，所以小孩营养不够太小？对。然后宝宝，然后后期的时候如果很累，想要多睡一点，也会觉得说啊，是自己太懒惰，没有运动，这样之后会不好生，就怎么样做都不对。对，然后宝宝出生更不用说啦。宝宝的体重、宝宝的身高，就是生长曲线，一切都会不断的告诉妈妈，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这就是妈妈一生的心情，压力非常的大。对，那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调试我们自己的心情，面对这些变化。那时候调试自己的心情，其实最大的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不要跟其他人比较。
因为其实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本来就不一样。那我只要 focus 的是说，我有没有在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也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是一个好像人生当中很美的阶段，我是一个孕妇，我是一个很美的妈妈，一直告诉自己。然后我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啊。我知道有一些身边的妈妈就是可能想说我怀孕很丑啦，不想打扮，然后就穿老公宽宽松松的衣服，是我。但是我就会试着可以穿个比如说紧身的连身裙啊，然后配个很时髦的外套搭配耳环，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女人味，然后让自己心里感觉可以加强自信，跟觉得自己很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拍一集，就是怎么教孕妇妈妈穿着打扮，我觉得超适合的。可以哦，我很愿意告诉大家，想要看的话在底下留言。对，我觉得我自己调整我的心态就是跟身边的好姐妹，然后跟我的老公聊天，因为我觉得这一些人是最了解我的人，跟我最靠近的人，所以他们所说的话才是我应该要抓住的，才是我应该要去相信的。那我觉得这点呢，我老公就做得非常的棒，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我很难弯腰，然后背啊什么地方都碰不到嘛，然后他就会每天帮我擦乳液，然后他在擦乳液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都不想要看，甚至照镜子我都不想看，就觉得说，就觉得自己 I am a whale， 对，就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的胖，然后很肿这样，然后可是他每一天擦乳液的时候，他都一定会跟我讲说，老婆你怎么那么性感？你怎么可以怀孕还那么的美这样？然后虽然那时候会觉得说你不要，就是你只是 you just saying 这样敷衍我这样，可是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么的开心这样。然后我记得我怀孕后期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怀孕后期还是有持续的工作，所以其实我每一天我的腰跟我的脚都非常的痛这样。然后我老公也是会每天帮我按摩，就是试着让我比较舒服这样。对，超 sweet。然后有一天他在按摩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问我，他就这样子 ，baby。你的屁股是不是变大了？这样，然后听到的时候，当下我就觉得说，你 Are you sure you're asking this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take back that question? Exactly. Do you want this marriage?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每一个怀孕的女生屁股都变大，就那时候已经有点不开心，就想说的是什么？对，我本来想说 sense the tone 这样，然后就他说 Yeah, it got really big， 然后变很大，对，然后我整个就觉得一股火，然后本来很想就是一拳给他挥下去，然后他就马上接着说 Oh, I think it's so sexy， 我觉得好性感这样，然后当下我就笑出来这样，然后后来他才跟我解释说，因为我老公是巴西出生长大的嘛，然后因为他说巴西人其实本来就比较喜欢女性是臀部就是稍微比较丰腴一点的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觉得你怀孕之后变得比以前更性感，然后就整个，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说很开心，然后就是对有一个这么鼓励你、欣赏你的老公，所以 even 到后期我自己都很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可是心里我会觉得说，至少我老公是还是很爱我、很接纳我的，所以对我来讲，调试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好姐妹聊天啊，然后跟老公聊天，然后有时候跟姐妹聊天会觉得说，最近好胖，然后他们也会说哪有，我觉得你已经好很多了，就是一些这种话鼓励，对，我觉得这个超级有帮助的。对，我觉得妈妈们怀孕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不一样，所以真的不要比较。然后在这边想要鼓励妈妈们，其实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勇敢，然后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壮。That's right。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身为一个女人，能够孕育一个生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我的身体正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最美的时候了。所以真的要去拥抱自己这个阶段最特殊的一种美感。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去拍孕妇的沙龙照，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你也可以去拍，好像去纪念自己现在这个最美的阶段。真的，不管你现在面临到什么样心理或是身体的变化，都不要忘了，身为女人，我们就是美。That's right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订阅的时候也要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拜拜。